我是丽姐，在广州干婚恋牵线搭桥这活儿好些年了，见过的男男女女形形色色，促成的姻缘也不算少。可要说印象最深的，还得是那天那场相亲，真的是炸裂了，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。咱干这行初衷特简单，就想着给那些单身的男男女女搭个桥，帮他们在茫茫人海里找到那个对的人，组建个温馨的小家庭。平常呢，相亲会办得也挺顺，大家坐下来聊聊天，互相了解了解，合适就进一步发展，不合适也客客气气的，好聚好散。可谁能想到，那天这场看似普普通通的相亲，居然演变成了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话题剧，差点没把我这老红娘给气坏喽。事情得从那天来相亲的一对男女说起，男方叫小林，31岁，按说这个年纪正是拼搏奋进的时候，可他呢，情况有点让人揪心，没车没房也就罢了，关键还没工作。我跟他前期沟通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正在和家里人商量着，看能不能找份稳定的工作，言语间倒是透着股子乐观，觉得这都不是事儿。女方叫小苏，36岁，做市场营销的，那工作能力没得说，收入也挺可观，家里条件又好，人长得也精神。虽说年纪稍微大了点，可心态年轻啊，浑身透着股子活力劲儿，走在街上，谁能看出来是奔四的人呢？小苏呢，自己也清楚，这大龄剩女的标签贴在身上有些时日了，家里人催得急，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，就盼着她能早点成家。但小苏有自己的主意，她觉着自己这么多年打拼下来，经济独立，人格也独立，有资本挑挑拣拣，找个合心意的伴儿。那天小林和小苏第一次见面，我把他们领到相亲的包间，刚坐下没多久，我就觉着气氛不太对劲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暗叫不好，这苗头不对啊，怕不是要出啥岔子。小林先开了口，脸上带着点讨好的笑，眼睛时不时瞄一眼小苏，有点不自然地说：小苏，嘿嘿，其实我挺喜欢你这样的，工作稳定，长得也不错。小苏挺有礼貌，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谢谢夸奖，你也是不错的，咱们来聊聊吧，看看是不是能有更多了解。我在旁边一听，心想，嘿，这开场还挺和谐，说不定有戏。可谁知道小林下一句话就像颗炸弹，把这和谐的气氛给炸得粉碎。小林清了清嗓子，说话的语气有点紧张，可还是带着股莫名的自信，说道：聊聊聊。不过先说好了，我这人很实在，没啥花言巧语，直截了当的。你能接受我没车没房吗？小苏明显愣了一下，估计心里在想，这咋刚开场就来这么一出啊，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还没等小苏缓过神来，小林又补了一句：我现在也没工作。这下子小苏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淡了，语气里透着明显的不耐烦。你没车没房没工作，那我应该考虑你什么呢？咱们结婚的基础是什么？你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没有，凭什么觉得我该嫁给你？小林一听这话，脸上有点挂不住了，咬着牙坚持道：我有我的优点，我说了，我实在真心对你，你要是能看到我的潜力，愿意接受我，我一定会很努力的。小苏冷哼一声，毫不客气地反击：你是不是觉得说几句漂亮话就能让我嫁给你？你无房无车无工作，就说我有潜力，凭什么让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和你过一辈子？我已经36了，不是年轻小姑娘，不能为了潜力去盲目投资。这一来一回的，气氛变得越来越尴尬，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，让人喘不过气。小林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这一番话没能打动小苏，心里一急，说话就更冲了：你咋就这么物质啊？你看我这个人真心待人，哪里比不上那些有钱有车的男人？你不愿意嫁给我，难道是嫌弃我穷？小苏一听这话，气得脸都红了，声音也提高了几个分贝。哎呦，我嫌弃你穷不穷都不重要，我看重的是你的责任心、能力和未来。没有车，没有房，不工作，甚至连一个明确的未来规划都没有，你凭什么让我觉得和你在一起能过得更好？小林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悦和愤怒。他瞪大了眼睛，大声说道：你不嫁给我就算了，居然说我什么都没有。
你是不是嫌我条件不够好？我就不信没有钱、没有房、没有车就不能幸福。小苏看着小林这副模样，心里也是又气又无奈，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，说道：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你自己都没打算解决好生活基本问题，你凭什么来要求我做出让步？你想让我嫁给你，是因为你觉得我会低看自己、低看生活吗？我坐在旁边，听着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对话，心里那火苗噌的一下就冒起来了，气得我只想发飙。我干这婚恋服务这么多年，最见不得的就是这种无条件要求的男士。我在心里直埋怨：小林啊小林，你咋想的啊？你以为女人就应该为你改变人生，为你负担一切吗？你连最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，凭什么要求女人拿自己的未来去赌你的潜力？你这么不靠谱，谁能信任你啊？看着小林还在那儿嘴硬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开口说道：小林，你说话也别那么气人。你没有车，没有房，没有工作，没关系，可是你得有一颗负责任的心啊。你觉得光靠嘴巴说几句我有潜力就能打动人家吗？小林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的怼他，明显一愣，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脸上带着点委屈，问道：那我该怎么做？不努力我就没资格和他谈吗？我看着他这副懵懂又有点倔强的样子，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说：你得有点现实感，至少你得给人家看见未来的希望，而不是光靠潜力这俩字。你既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资源，那就得更加努力去打造自己的能力和价值，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。小林一听，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耷拉着脑袋，小声嘟囔道：那怎么办？我现在就是没有工作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接着说：你有工作不代表你有责任感，工作也不代表你就能过得好。小苏她也不年轻了，你要求别人看见你的潜力，但你却没有展现出承担责任的能力。你如果连自己的生活都搞不定，凭什么指望别人嫁给你？我又看向小苏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像是在思考什么，最后抬起头，坚定地说道：丽姐说得对，我也希望遇到有责任感的男人，可不是所有人都能随便安慰你们说没事，我看你有潜力。这不是潜力的事，是责任和能力的事。这场面我看着都觉得尴尬，更别说当事人了。最后小林有些尴尬地起身告辞，连句场面话都没说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。小苏也站了起来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嘴里念叨着：这场相亲真的是浪费时间。等人都走了，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虽说这相亲现场的尴尬气氛已经散了，可刚才那一幕幕却像放电影似的，在我脑子里不停地转。我就琢磨啊，在咱们现代社会，咋好多人都把结婚当成了交易呢？尤其是像今天这种大龄剩女和年纪稍大的男士相亲的时候，双方都带着条件交换的心态，这可不行啊！婚姻哪能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呢？就说小林吧，他觉得自己年轻，有无限可能，只要女方能看到他的潜力，就该义无反顾地跟他在一起。可他却忽略了，潜力这东西不是靠嘴说的，得有实际行动来支撑啊。你没车没房没工作，这都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没有一颗为未来打拼的心，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。你让女方拿什么来相信你，拿什么来赌上自己的后半生呢？再看看小苏，她的要求也不能说不合理。她年纪摆在那儿，经历的多了，自然明白婚姻不是风花雪月，得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支撑。她想要找个有责任感、有能力的男人，这有错吗？没错啊。可有时候吧，人在相亲的时候，一紧张一着急，就容易把自己的要求抬得高高的，让人望而却步。其实啊，婚姻中的幸福靠的是两个人共同的努力和理解，而不是单方面的条件交换。这就好比两个人划船，得一起使劲，朝着同一个方向，船才能稳稳地向前走。要是一个人拼命划，另一个人在那儿偷懒，或者一个人想往东，一个人想往西，这船不翻才怪呢。这件事儿让我再一次深刻地明白，婚姻真不是条件的买卖，而是两颗心的契约。要是只有一个人不断地索取，另一个人只能付出，那这样的人生得多累啊！能过得幸福吗？肯定不能啊！我干这行，每一次相亲，每一次牵线搭桥，都是真心希望能帮大家找到那个适合的另一半，
可经过这场闹剧，我更清楚了，婚姻可不单单是找到一个人那么简单，而是要找一个能一起承担责任、共同生活的人。所以啊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在相亲的过程中，咱们都得保持真实，保持理智，别只盯着那些外在的条件，什么车啊、房啊、钱啊，最重要的是看对方的心态，看有没有那份担当、那份责任感。这场广州的相亲，虽说最后没能成功撮合小林和小苏，但对我来说也算是收获满满。它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一直以来的信念：婚姻不只是条件，更多的是责任、理解和两个人共同前行的心态。以后啊，我还得在这牵线搭桥的事上多费费心，多给这些单身的朋友们讲讲这其中的道理，让他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我琢磨着得找个时间，把今天这事儿整理整理，写成个小故事，分享给那些来相亲的朋友们看看。说不定啊，能让他们少走点弯路，多懂点婚姻的真谛。这行干久了，就越发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不轻，得帮着大家把好婚姻这道关呐。日子还得继续过，相亲会也还得接着办。我相信，只要大家都能明白婚姻的真正意义，总有一天，能在这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携手一生的人，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，我这老红娘啊，也就算没白忙活。